霍洛威茨他的演奏是具有非常的清脆、透亮、有颗粒性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的知识点呢，就是有关于如何演奏出这样的音色。在我之前的课上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关于古典音乐里面不同时期的演奏方式和风格。那么说到非连奏呢，它会被更多的使用在巴洛克时期以及古典时期的作品里。原因就是在于在那个时期，现代钢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在那个时期里，音乐家们所使用的键盘乐器大部分时候是 harpsichord。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harpsichord 上面的声音是非常的清脆的，像是一种拨弦的感觉。那么在现代钢琴上，当我们按下去任何一个琴键，我们可以听到它这个声音是持续的。那么在 harpsichord 上面呢，当一个琴键按下去，它的声音持续是非常短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来演奏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使用到非连奏这样的技巧。那么这个技巧呢，就是刚才我们在霍洛威茨演奏的版本里面所听到的非常清脆的声音，而不是。那么说到非连奏 non-legato 呢，很多同学可能会有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时值的问题。什么是时值的问题呢？如果说连奏是这样弹，音和音之间是没有任何的空隙的，是完全的连贯持续的。那么非连奏的意思是不是指我要把音和音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好让每一个音都是断开的呢？那么非连奏呢，它并不一定是时值的问题，它并不像休止符一样一定要在每两个音之间留出空隙，并不一定是这样子。比方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手指弹的是断开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的踏板延音踏板是踩下去的。那么从时值上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连贯的连续的感觉，但是呢，它又多了一些清脆的音色。好，这个是没有踏板，然后踩下踏板。所以当我们来学习非连奏这样的技巧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避免一个错误的印象。非连奏并不一定是指时值长短的问题，并不是说我把每一个音弹的时值更短，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非连奏了。那么非连奏呢，主要是一种触键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触键方式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快下键。有一个类似抛掷的拍打的动作，通过我们的手腕把我们的手指给甩出去。那么快下键之后呢，要注意马上的释放掉我们的手臂重量，而不是在快下键之后牢牢的按住我们的琴键，而是要把它松开。这个是时值很短的情况下。那么当我们要弹一些时值比较长的音的时候，也是同样适用的。你可以看到我的手臂重量是释放掉的，我的手指没有挂太多的重量，而不是往下压的，它是快下键之后马上的把我们的手腕、手臂的重量给释放掉。你可以通过快下键之后旋转你的手腕，像我们前几节课说到的 rotation 的这个技巧，通过旋转你的手腕，感受是不是放松掉了，是不是把我们的手臂的重量在琴键上的重量给释放掉了。
所以不管你是弹食指短的，还是弹食指长的，它都是一个快下键，并且马上释放掉重量的这样的触键方式。在我们来弹一整个句子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音、每一个琴键都是一个单独的短促的力。现在我是踩了一点点的踏板的，给它增加一些的混响啊。那么完全不踩踏板的话，就是这样。每一个音它都是一个单独的短促的力。那么在这个第一个小节呢，我们的下面有一个多出来的声部。这个声部呢，我们需要把它弹得更加的轻一些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2个音一组的连线，连贯的来弹，也是可以的。或者这样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在上面的声部是旋律，然后下面的话会轻一点。但是不管我们的音量是强还是弱，我们的这个触键的方式都是一种快下键，并且马上释放重量的这样的方式。我们要想象琴键的底部它是有弹性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果我们来弹一个颤音，是这样弹呢，还是这样弹？如果我是把琴键压得很实，并没有做到马上释放重量这样的一种触键方式的话，